第3章，提顿往事。4天过去了，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我试图去完全的体会我最近体验的更深层含义。第5天的傍晚，天色渐暗，从我房间的窗户传来一阵敲击的声音。我向外看去，窗台上站着一只雪白的鸽子，嘴里叼着一张卡片。我走到窗前，打开了它。鸽子走了进来，静静地站着等待。我拿起卡片，阅读了上面的信息。上面写着漂亮的字体，跟之前的那一张一样，但是这次用的是金色墨水写在白色卡片上。上面写着：早上7点，到我们见面的地方。署名：圣哲曼。我一拿到卡片，鸽子就飞到我的肩膀，用头蹭着我的脸庞，仿佛在传递着爱的信息。它又飞到床边，像箭一样消失了。我小心翼翼地把卡片收起来，希望可以把它保存下来。但第2天早上，我在出发之前去看它的时候，它已经消融了。那写给我信息的第1张金色卡片存在了3天，因为我看了它好几次。我希望可以永久性地把它保存下来。当我发现它已经回归宇宙时，我的心沉了下来。我的失望是如此的巨大。为了完成10公里的徒步，并且在早上7点到达那里，我知道自己必须在午夜过后不久离开。我起得很早，3点钟就上路了。我快步地走着，天刚亮就到达了那片树林。我还没走多远，一阵哀伤的嚎叫进入了我的耳朵里。不知不觉的，我也用同样的语气应答着。我的反应是如此的不由自主。有什么冲出了树林？我的朋友豹子向我冲过来，他是喜悦的化身。我拍了拍他，我们一同前往见面的地点。一到7点钟，圣哲曼就从空气中走了出来，张开双臂向我问候。又一次，他把水晶杯递给我，这次装满了清澈的、闪闪发光的液体。我喝下了它，它的味道不像我以前尝过的任何东西。它像是冰镇葡萄柚汁，但又闪闪发光，而且冒着泡泡。我喝下它的那一刻，一种闪电般的感觉贯穿了我的全身，把那种闪闪发光的活力感觉带入了我的每个血管当中。然后圣哲曼给了豹子一个棕色的小蛋糕，他很快就吃完了。不一会儿，他的毛发立了起来。圣哲曼说：你的朋友再也不会猎杀鹿了。为了接下来的体验和指导，你要把你的身体留在山中，因为你还没有召唤出足够的内在力量，让你可以把身体带到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豹子将会作为你的守卫，一种额外的保护措施。我会围绕着你们放置上隐形的斗篷。我们要去提顿王室。来，刹那间，我就站在了我更精微的身体当中，身着一件华丽的衣服，一件自发光的金色织物。仔细观察你穿着的材料，他继续说，你穿着的这件衣服的材质拥有着一些特定的、卓越的特质，还有力量。其中之一就是允许它的穿着者可以举起并移动物质层面的物体。这件衣服本身拥有着纯粹的电子能量，可以被用来移动物体，就像一个人通过他的物质身体使用力量进行移动一样。这是一项非凡的活动。光之扬升大师第一次允许在地球上使用它。
为了让我的读者更好地理解，我想清晰无误地声明，虽然在这些体验当中，我穿着一件可以在4个维度进行运作的身体载具，然而它让我可以像在物质世界那样去感受和触碰到那些坚固的物质，就像每个人在他自己的物质身体中所做的那样。我这次使用的身体不是有的时候说的星光体。我们很快就到达了一座威严的高山顶端，它矗立在美国一片非常美丽的风景带上。我们的脚下是大片的森林，连绵不断的山脉，其丰富的矿产宝藏仍然未被触碰，一望无际。来到一处巨石混乱堆叠之地，仿佛是巨人们在一场战争当中投掷的那样。圣哲曼触碰了一块巨石，瞬间巨大的石头从他最初的位置倾斜了4英尺的距离。他示意我跟上他，我们走了进去。让我惊讶的是，我们站在一扇巨大的青铜门前。它在亚特兰蒂斯沉没之前就存在了，那是12000多年前。他解释说，他走上前去，按了门上几个特定的点，重达数吨的巨大铜门缓缓地打开。我们进入一个宽敞的房间，房间里有一个楼梯，是从坚硬岩石的中部切开的，通向下方。我们下降了大约200英尺，进入了另一个房间当中，它是圆形的。圣哲曼穿过房间，走到楼梯对面的一扇门前，把右手放在门上。随着它的打开，我们站在了一个升降电梯管道的入口，它的内部看起来像是磨砂银。为了回应我的想法，圣哲曼说，是的，但是比钢铁更加坚硬，而且坚不可摧。一个由相同金属制成的扁平圆盘与电梯管道紧密地贴合，管道内的圆盘与地板平齐，整个平台完全由大师来操控和运作。他踩了上去，我紧随其后。门关上了，我们开始下降。虽然我们的速度并不快，但是向下的路很长。电梯在另一扇设计完全不同的青铜门之前停了下来。我们已经下降了2000英尺，来到了山的中心。当我们走出电梯管道时，他说道，我们站的空间有着特别的设计，还有布置，从东到西构成了一个长方形，东北角和西北角切割出了一个角度，这形成了一个庭院或者接待室。电梯管道的沉重青铜门通往东北墙方向的庭院，北侧是另外2扇一模一样的大铜门，通向一个大的宴会厅。西北墙上还有另一扇门，第4扇门跟我们进来的那扇门一样，在对面绵长而完整的南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挂毯。它是由最不同寻常的材料制成的，虽然编织的粗糙，但是材质的纤维却像骆驼毛一样柔软。背景是淡雅的奶油色，映衬着2个真人大小的形象，代表着拥有伟大的威严和力量的神之存有。位于右侧的是一位男性，左侧的是女性，2个人都站着，仿佛在指挥宇宙的力量，服从他们的命令。那位男性穿着一件由珍贵材料制作而成的雨衣，深蓝宝石色，用金色镶边，还有刺绣。这显然是一件象征着身份的长袍，或者说权威的象征。外面的长袍里面是一件金色的宽松过膝的外衣，外观
如金属一般。红宝石、钻石、蓝宝石和祖母绿宝石镶嵌成了旭日形图案，覆盖在了胸部。腰间系着一条宝石腰带，上面悬挂着一条大约12英寸长的裁片，上面同样镶嵌着同样种类的宝石。这件外衣及膝下缘装饰大约宽4英寸，上面是布满刺绣的丝绸，丝绸的颜色和珠宝相同。整体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些衣服全部都是自发光的。脚上穿着的是凉鞋样式的金色皮革靴子，几乎到达了膝盖，非常的华丽，并系着蓝宝石色的鞋带。一条大约1英寸半宽的发带放置在额头的中央，把它们金色波浪的长发绑在肩膀之下大约6英寸的位置。她的肤色很白皙，带着柔和的粉红光，眼睛是深蓝紫色，左手的手指轻轻地放置在心脏处，抬起的右手当中握着一根发光的代表力量和权威的水晶杖。水晶杖的下端是点状，顶端有一个直径大约3英寸的球体，发出耀眼的白光。人们毫无疑问地知道，挂毯上的人物正在指挥着巨大的力量，他是某种强大宇宙力量的掌控者。整个外表暗示着他处于辉煌的青春之中，然而古老的智慧通过他的双眼传达着一个古老的过去。那位女性穿着的代表威严的长袍是深紫色的，上面装饰着与她同伴类似的金色刺绣。长袍里面是一种柔软的金色的闪闪发光的材料，长度几乎垂到了地板上。挂毯上用于编织的材料一定与实际原始服装当中材料的组成相同。这位存友穿着一条镶有宝石的腰带，裁片垂到膝盖之下大约2英寸的位置，上面镶嵌的与那位男性使用的宝石相同。他右脚的凉鞋从裙子的边缘露了出来，由金色皮革制成。他头发的装饰跟他的一样，一条一模一样的金发带，双眼也是同样的蓝紫色，不过稍浅一些。他的金色头发垂到了膝盖。胸前挂着的是一条金链子，悬挂着一颗巨大的七芒星，由一整颗钻石切割而成。他的左手拿着一个直径大约6英寸的水晶球，右手像那位男性一样高举着一根权杖，设计极为特别。权杖较低的2/3部分是由黄金制成的，末端是毛形尖端，较高的1/3是由水晶状的物质构成，散发着光芒。在顶部汇聚成类似百合花的设计，除了中心点更长一些之外，并且逐渐变细，延伸至由它4个叶片形成的细长顶点。在中央右侧那片弯曲的叶片是美丽的粉红色，左边那片是深蓝宝石色，中央是晶莹剔透的白色。所有的叶片都晶莹剔透，并且发着光。黄金和像水晶的那部分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因为这2种物质之间没有分界线。它的权杖象征着神圣力量的3重活动。他左手的水晶球揭示了宇宙活动当中将来尚未显化出的完美。这2根权杖都代表了吸收并且引导创造的力量来到宇宙物质当中，用于特殊的显化。即便是在挂毯当中，它们也散发着美丽的光彩。我不禁想知道，在实际当中它们是什么样子的。当我思考挂毯象征的完整理念时，
圣哲曼耐心地等待着。我非常着迷于这整幅的作品。这两位伟大的存有是这个隐蔽之地的创建者。当我们转身穿过右侧的青头门，进入一间大房间时，他说道：顷刻间，我意识到这个房间是用于作为某种神圣仪式的大会议厅。空气当中充满了壮丽，还有美丽，言语无法传达我眼睛看到的以及我的感受。我花了一些时间才习惯我周围令人眼花缭乱的壮观景象。这个房间至少有200英尺长，100英尺宽，天花板大约有50英尺高。圣哲曼解释说，伟大的存有总是使用一种柔和的白光，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用于照明、加热和提供动力。它充满了整个地方。大约20英寸的侧壁，还有房间的尽头，是由白色锆玛瑙制成的。在这种构造的尾端，建造者已经切开了一条2英尺多宽的原始黄金矿脉。两侧墙壁的主体部分是浅蓝色的花岗岩，靠近我们进入的那侧，自然的结构变成了材质更好的玫瑰花岗岩。墙壁、天花板还有地板都经过了高度抛光，显然是通过某种非凡的工艺。拱形的天花板比侧壁高出10英尺，上面镶嵌着最独特的设计。正中央是一个黄金圆盘，直径至少12英尺。填充它的顶点接触到周围的是一个七芒星，它完全由黄色的钻石构成，散发出明亮金色的光芒。从这个中央太阳辐射出2个光环，每一个大约12英寸宽，在中央太阳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明确的光带。内部的光带是玫瑰粉色，外部的是明亮的紫色。这颗太阳所在的背景看起来像是金灿灿的一片，太阳本身散发出长长的晶莹剔透的光芒。围绕着这个图案的是7个较小的圆盘，每个直径大约2英尺，代表我们太阳系的行星以及白光光谱中7种颜色。每个圆盘的表面都像天鹅绒一样柔软，只使用了每种颜色当中最清晰、最强烈、最明亮的色调。我后来了解到，有的时候出于一些特殊的目的，伟大的存有会通过这些圆盘传导他们强大的能量流。在这里，它被伟大的开悟者和无私存有接收。他们是光之扬声大师，他们会把能量再次发送给我们地球上的人类。这种辐射影响着地球上每个人身体中的7个神经中心，也影响着所有的动物还有植物的生命。整个天花板的背景是月夜下晴朗天空的颜色，不过表面高度反光。在大厅尽头的中央，距离地板大约35英尺的墙壁上，有一只巨大的眼睛，至少有2英尺宽。这代表着造物主的全视之眼，永远观察着他的创造。没有什么可以躲避他的眼睛。某些时候，一股巨大的能量会穿越这只眼睛，为了达成某些特定的结果。当我在思考这些的时候，我不禁想知道，那股力量完全运作时会是一种什么感觉。距离东墙远端大约40英尺处，长约70英尺，高30英尺的地方，是一块平板，由沉降的材料制成。它被放置在离地面5英尺多一点的高度，并嵌入侧墙2英寸深，整个边缘形成一个凹面。
构成它的材料看起来像是美丽的天鹅绒，深靛蓝色，但是它不属于任何一种材质。与之最接近的材料可能是某种矿物，这种物质没有用在人类外部世界的任何地方，但是它可以有的时候通过光之扬声大师用于特殊的目的而沉降出来。圣哲曼解释说，这块平板被沉降出来，作为一个宇宙镜面使用，用于指导一群高等进化存有当中的启蒙者和内部成员。这些伟大的存有永不停歇地帮助我们地球的人类，让他们变成完美的男人还有女人，并让他们可以在外在的生活当中显化出像基督那样的伟大的完美和主宰。这些完美的存有没有外在的组织，只有通过对人类弱点的自我纠正，以及对内在神圣存在的完全尊崇，来活出和表达出这种完美，一个人才能吸引自己与这些在高等意识层面运作的存有建立连接。圣哲曼说，在这个平板上投射出的是地球的场景、以太场景、阿卡西记录，以及在金星或者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这些是指导者希望学生看到的。这些场景不仅仅是过去和现在的图片，也可以描述未来的活动。这些你稍后会看到。我们穿过右手边最后一扇门，进入了一间长约80英尺、宽约40英尺、高约20英尺的房间，有一个拱形的天花板，与我们刚进来时大厅的天花板相似。整个房间的内部是由磨砂金制作而成，你在墙壁上看到的紫色和绿色的脉络，像是浮雕的那些，是经由沉降而来的。圣哲曼继续说，在房间的尽头，我们右边的墙壁上，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的，是一个由白色金属制成的框架，看起来像是磨砂银。这个框架放在轴承之上，框架上摆放的是一些由相同的材料制成的容器，每个容器盖子上有象形文字的浮雕，对容器中不同的东西进行了分类。每个容器当中有4个绕杆，上面环绕着什么。绕杆至少有10英寸长，每个绕杆周围都缠绕着一条丝带，大约8英寸宽，由压制的黄金与某种金属制成合金，使其坚毅柔韧，但是并不比一片普通的书写纸厚。绕杆上金丝带的长度从7英尺到50英尺不等，每条丝带上都写着文字，就好像是通过针尖蚀刻在黄金上一样。这些文字完成得非常精美，整体看上去就像是手稿一样。这些记录履行了我对你的承诺。圣哲曼一边说，一边指着侧墙远端的某个特定部位。他们描述了曾经存在于撒哈拉沙漠的城市、国家还有文明。在那个时代，你是我的儿子，我是那个古老帝国的统治者。这个房间里有很多国家的记录，以及很多文明的兴衰。他递给我一根绕杆，松开扣件。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我可以读懂里面的内容。他继续说，我让你做到这一点，通过暂时性的提升你的意识，并唤醒你曾经经历过的这些隐藏记忆，也就是过去的记录。阅读神和他的宇宙这件事，不过是连接到每一种形态中的生命记录。所有的形态都包含着生命，在每一种形态
散发的圣光当中，记录着他的全部过去。每个人都可以训练自己去发现并理解这一点。如果他愿意把他的注意力和时间花在必要的自律上，在他每天的生活中平息外在活动的混乱，万物当中永恒的记录从最初起就存在着。在过去，人类在各个方面都表达出完美。历史学家把之前人类种族的这个状况称之为伊甸园。伊甸或者伊顿，意思是神圣智慧。随着外在心智活动的注意力被允许停留在物质感官的世界当中，神圣智慧、全知意识的活动就变得乌云密布，或者被乌云笼罩。个人生命的宇宙神圣计划就被颠覆了。人类对所有形态、完美和有意识的控制随之被隐藏，还有遗忘。人类开始变得有感官意识，而不是神知意识。他的注意力被引导至他想要的东西之上，从而这么显化出来。他故意而且有意识地背弃了完美，还有统领。这些是最初圣父赋予他的。他创造了自己的各种匮乏、限制和不和谐的体验。他把自己与部分相认同，而非整个整体，当然就会出现不完美的结果。全人类的限制是个人滥用神之自由意志特性的结果。他强迫自己生活在自己的创造之中，直至通过他心知外在活动的直接命令，他再次有意识地看到它是神圣的起源，神也就是万有之源。当这发生的时候，人类会再次地回忆起他曾经所示，并且会再次成为，无论他选择何时再次去看到他自己伟大宇宙的蓝图。你有能力去阅读的那些记录，描述了那时的生命，还有人们，正如我们看到它在7万年前发生的那样。你在几次转世当中做了很多这种记录的工作，这部分还没有展示给你。我们穿越了议会大厅，进入对面的房间，发现了一间与我们刚离开的那间大小形似的房间。北面的墙上有2个邻近的小房间，在这个更大的房间当中，几乎布满整个墙壁的是放置着容器的金属框架，就像刚刚那间房间一样。他继续说，这些房间里只有黄金和珠宝，用于特殊的目的。当人类超越了不受约束的自私时，他们的祝福就会遍布整个世界。说到这里，他拿起来一个装满金币的容器，继续解释，这是西班牙黄金，在大海当中丢失，我们看到它无法通过其他的方式被找回，就通过某些力量的活动把它带到了这里。我们掌控着这些力量，稍后在一个快要到来的时代当中，它会再次被送到外部的世界当中使用。在这些容器当中，他指着另一个地方说，储藏的黄金来自那些沉默的大陆，母大陆和亚特兰蒂斯，隔壁和撒哈拉沙漠的古代文明，埃及、加勒底、巴比伦、希腊、罗马等等。如果所有的这些黄金被释放到外部世界的活动当中，它会迫使人们在人类体验的每一个阶段进行突然的重新调整。当然，它不会成为智慧的一部分。伟大宇宙大师的无限智慧和力量几乎超越了人类心智的理解范围。他们是人类种族的守护者。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后，他们就守护着人类。没有一些扬升大师的帮助还有照耀，没有人
或在这个世界上积累如此大量的财富。有的时候，出于特定的目的，一些人可以成为巨额财富的聚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伟大的权力力量会照耀到他们身上，因为通过它，他们可以接受到个人帮助。这样的体验是他们成长的考验，还有机遇。发生在人类活动中的所有不同寻常的成就，不论那条特定的渠道是什么，总是通过来自扬升大师的超越人类的爱、智慧和力量的帮助来达成。因为扬升大师已经超越了物质世界的所有限制。出于这个原因，通过照耀，来自他的伟大力量会带来超乎寻常的成功。1887年，扬升之主在内部层面建立了一所学校，具体的目的就是指引那些滥用财富的人，并充分揭示他们错误的后果。这样的人被接收，他们讲述了支配所有财富的宇宙法则真理，以及影响他人，从而让别人错误的想法和行为变得不可逆转之后果。这些人被给予完全自由的选择，去接受或者拒绝提供的证据。他们总是去接受，并遵循给出的指引。然后我们进入了那2个较小的房间，它们中放置着同一种容器，但是比较小，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珠宝，钻石、红宝石、珍珠、祖母绿、蓝宝石，按照种类和数量分着类。他微笑着转过头对我说：现在你知道并且理解了，伟大的神之自我是所有财富的唯一真正拥有者和控制者。那位临在生命的每个层面都任命了他财富的守护者。不论是圣光、智慧、食物或者物质上的财富，当我们观察我们活动的这个阶段时，我看到你很平静并且泰然自若。这很好，这显示出你有内在的力量还有能力去做那些准备完成的事情，只要你外在做好了准备。证据已经展示给你看了，是我们在真正的掌管世界的财富，并使用它来测试一个人灵魂的力量。它总是一种信任，给予那些足够强大的可以建设性的使用它的人。但是就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诱惑而言，只有非常非常少的人真正可以通过这个测试。如果我们选择，我们可以培养神最谦逊的孩子，他们为进入财富、权力和声望做出了充足的准备。如果这样做，通过这种成就，可以帮助到其他很多人。在看完了装满更多珠宝的容器之后，我们返回，重新进入了议会大厅，朝我们第一次来的入口看去。我看到了我的亲人洛特斯和我们的儿子，他们在一位扬升大师的带领下，圣哲曼称呼这位大师为阿门贝。在寒暄过后，我们被带领至东墙面板之前的座位上。深受祝福的扬升大师3至12人每组不等来到这里，一直到他们坐满了70人。所有聚集在一起的人陷入了巨大的寂静之中，有那么一会儿，寂静到让人屏住呼吸，充满了期待。一团柔和的白光在面板前成型，它的亮度和尺寸都在迅速的增加，直至变成了一个椭圆形，至少有7英尺那么高，仿佛从圣光当中诞生的那般。出现了一位最具荣耀的存有，高大、威严、有力量。他做了一个手势，让无限和有限得以结合，并用一种让心智和身体的每一个原子都感到兴奋的声音，询问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一道闪耀的光
从构成面板的物质中闪现，直至它看起来像一面活跃着圣光的镜子。刹那间，它变成了晶莹剔透的大气层，然后它变成宇宙屏幕，上面描绘出各个纬度的活动画面，不受空间的限制，所有的都可以看到，所有一切都不言自明，在永恒之中已经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在这个屏幕上看到。如果指引的智能愿意去展现的话。